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核子武器成为全球最具毁灭性的军事力量象征。有趣的是，当前国际社会对于核武发展采取了明显的双重标准，某些国家能够公然地发展和拥有核武，而另一些国家一旦被怀疑追求核武，就会遭到严厉制裁。这样的现象不禁让人质疑，难道核武的合法性取决于国家的大小和强弱吗？这其中隐含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和权力不对称？另一方面，假设有一天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拥有了核武器，是否真会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亦或是反而创造出一种诡异的和平？本篇文案将以台湾在国际体系边缘观察者的角度，带着怀疑与分析的精神，一步步拆解核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政治权力游戏，探索上述问题的答案。首先，我们需要理解核武在国际政治中的特殊地位。为什么拥有核武的国家被视为强权？又为什么国际社会宁可接受不公平，也要极力限制核武的扩散？本文将从历史、国际政治、地缘战略、条约规范以及国际双重标准等多重面向切入，深入讨论有哪些国家被允许拥核，哪些国家被禁止碰核，这种标准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也会剖析北韩和伊朗等案例，看看强权如何对待被视为不该拥核的国家，以及印度、以色列等特殊情况的核武地位。最后，将回到那个充满挑战性的假设：如果全世界都有核武，究竟会带来和平还是毁灭？毕竟，对身处强权夹缝中的台湾而言，国际规则的公正性与全球安全风险都不是抽象议题，而是关系切身的现实。要了解为何今日有些国家可以光明正大拥有核武，而另一些国家却不行，得先回到核武诞生与扩散的历史源头。核武器问世于二次大战期间，1945年，美国在研发代号曼哈顿计划中，成功引爆了人类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并在同年8月将原子弹投放于日本广岛和长崎，瞬间造成大量伤亡与毁灭。核武的惊人威力震撼了全世界，也预示着军事科技进入了新纪元。战后，美国原以为能独占核武优势，然而苏联在1949年成功试爆核弹，很快打破了美国的垄断。接着，英国、法国和中国相继研制出核武器。在短短20年间，核武国家从0增加到5个，全球进入美苏对峙的冷战时代，核子军备竞赛也全面展开。在冷战高峰期，美国与苏联累积了数以万计的核弹头，双方都具备将地球毁灭数次的能力。这段期间也发生了多起惊险的核危机，其中有以1962年的古巴飞弹危机最为著名。当时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引发美国强烈反弹，两大强权一度剑拔弩张，世界几乎陷入核战边缘。在这种险恶情势下，各国领袖逐渐认识到无限制的核武扩散将是全人类的噩梦，必须设法加以管控。因此，自1960年代起，国际社会开始寻求遏制核武扩散的途径。最初，美苏曾短暂考虑将核武管控在国际机构下，例如美国在1946年提出巴鲁克计划，希望把核材料与技术置于全球监管，以阻止其他国家研发核武。但因冷战的不信任，这类提议未能实现。随后，各强权转为追求军备控制与条约限制。1963年签署了部分禁式条约，但更全面的挑战在于防止更多国家加入核武俱乐部。彼时，有许多国家被认为有能力或意图发展核武，包括加拿大、瑞典、德国、日本，甚至台湾和南韩等。其中一些国家在美苏压力下改弦易辙，放弃了核野心。但总的来说，如果没有一个全球性的协议来划定游戏规则，核武国家的数量可能会迅速攀升。这正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诞生的背景。1968年，经过多方谈判协调，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NPT 在联合国正式开放签署，并于1970年生效。这个条约试图从国际法层面确立防止核扩散的秩序，其核心内容可概括为3大支柱：防扩散，除核武既有拥有国外，其余签约国承诺永不谋求取得核子武器，也不从他国获取或接受核武相关装置；拥核国则不得向任何非核国转让核武
或协助他国制造核武。裁军已拥有核武的国家则承诺逐步裁减核武库，并最终彻底销毁核武。虽然条约中没有规定明确的时程，但第6条写明各拥核国需真诚谈判终止核军备竞赛，并实现全面核裁军，和平利用核能。所有签约国都有权在和平用途上发展核能技术，例如核电、医疗等，但前提是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以确保核技术不被挪用来发展核武。NPT 最引人注目也最具争议的一点，在于它正式划分出了2类国家：核武器国家与非核武器国家。条约承认了5个国家为核武器拥有国，分别是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中国。这5国都是在1967年1月1日之前已经制造并试爆核装置的国家。换言之， NPT 等于是把那之前的历史事实合法化，而其余所有签约国都被定义为无核武国家，自愿放弃拥核权利。换句话说， NPT 建立了一种核武双阶级体系，5强有核，其他各国无核。可以想见，这种划分一开始就引来某些国家的反感。像印度便抨击 NPT 是核俱乐部设立的歧视性条约，因为它永久性地剥夺了大多数国家的核武权，却允许5强保有核武库。然而，多数国家最终还是选择加入 NPT。时至今日，全球有将近190个国家签署并遵守该条约，成为历史上参与国最多的军控条约之一。大多数国家接受这项不平等安排是基于2点考量：其一，核战争风险太过可怕，避免更多国家拥核符合整体人类利益；其二，5大强权在条约中也做出裁军承诺，让无核国家看到长远而言实现无核世界的希望。简而言之， NPT 被视为一项现实妥协，通过不扩散来维持国际稳定，但也期望未来达成核裁军，弥补不公平。NPT 生效以后，确实大幅减缓了核武扩散的速度。1960年代末时，有人预测2000年之前，世界上可能出现20-30个拥核国，但实际情况远没有那么失控。至今，在 NPT 框架外拥有核武的国家仅寥寥4个，许多原本具备技术能力的国家因加入条约而放弃核武研发，这被视为 NPT 的重要成果。然而，条约执行的过程也并非没有问题，核裁军的进展明显落后于预期。5大核武国冷战后虽然削减了部分武库，但至今仍共计保有上万枚核弹头。核超强甚至在研发新一代核武器。这种状况令许多无核国家深感不满，他们指责核武国家没有履行裁军义务，只是一味要求别人不要拥核，却不愿放下自己手中的核武器。从这点看， NPT 虽维系了国际安全，但也固化了权力不对称的结构。要进一步理解核武问题的双重标准，必须认识国际政治现实与地缘战略考量。核武器之所以被5强牢牢把持，并不是单纯出于正义或维护世界和平的善意，而是深深植根于权力政治和安全利益之中。首先，核武器赋予国家以巨大的威慑力和战略地位，拥核国被视为头等强权，因为核武本身几乎是国际关系中的终极保险。一旦拥有可靠的核武库，就意味着即使遭到外敌入侵或核攻击，也能进行毁灭性的报复。这种相互保证毁灭的能力带来了核威慑效应，别国不敢轻易对拥核国发动战争，因为代价可能是难以承受的。冷战期间，美苏虽然在全球各地代理冲突不断，但却避免直接热战，某种程度上正是拜双方核武库之赐。核武因此成为国家安全的终极护身符，特别对于面临生存威胁的政权而言，吸引力极大。然而，正因核武威力无比，一旦越来越多国家拥有核武，国际局势的复杂与风险也会相应提高。在地缘战略上，每个国家追求核武都有自身的盘算与可能引发的连锁效应。在欧洲，冷战时期，美国通过核保护伞庇护西欧盟国，苏联则将核武部署在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以此维持各自阵营的安全。冷战结束后，欧洲国家基本延续无核承诺，但北约仍靠美英法的核威慑做后盾。在东亚，核武问题与朝鲜半岛和台海局势交织。中国成为核武国后，美国提供核保护给日本、南韩、
减少他们自研核武的诱因。同时，中国的核力量也对区域内的印度、台湾等产生压力。北韩后来的拥核则打破了东北亚的核平衡，引发周边国对自身安全的新顾虑。在南亚，印度与巴基斯坦形成了紧张的核对峙。印度一开始发展核武，主要出于对中国核威胁及争取大国地位的考量，而巴基斯坦则明确是为了抗衡印度的人口与常规军事优势。两国在1998年先后进行核试后，南亚的任何冲突都可能面临升级为核战的危险，这使整个地区安全形势更加脆弱。在中东，以色列被普遍认为拥有核武，以确保在敌对环伺的环境中自保，这导致阿拉伯国家长期不满，促使一些国家过去秘密研发核计划，如伊拉克和叙利亚曾尝试，都遭以色列先发制人打击。伊朗的核问题更是当今中东的焦点，牵动该地区的地缘角力和宗教、民族矛盾。综上所述，每个国家追求或反对核武，实质上都是在权衡生存安全与国际后果。对强权而言，维持自己的核优势并防止新对手出现，是其战略利益所在。对弱势国家而言，核武有时被视为改变自身弱势地位的筹码，但若一个敏感地区突然出现新核国，往往会引发周边连锁反应，使整体局势更不稳定。这也就是为何国际社会宁愿维护 NPT 那套不公平的规则，因为从现实角度看，它至少冻结了核武国家的数量，让大国们心里有底，不用同时面对太多不可预测的核武玩家。国际核秩序的双重标准在联合国体系中也有所体现。众所周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5个常任理事国，俗称5常，恰巧正是美、俄、英、法、中这5个核武公认国。5常握有联合国最高决策权，这意味着全球最有权力制定和执行禁核规则的正是现有的拥核强权们。当某个非核国家被怀疑发展核武时，安理会常常会以威胁和平之名进行讨论，并可能祭出制裁。然而，我们很难想象联合国会谴责或制裁5常自己在核武方面的任何作为。事实上，由于5强拥有否决权，他们在核问题上几乎不可能被问责，这形成了一种国际治理的吊诡：最强的核武国家负责管束，其他国家不能拥核，但自身却不受他人管辖。以联合国主导的制裁和监督机制为例，国际原子能机构受托对各国进行核查，但它只能在成员国同意的范围内执行任务。对于非法研发核武的流氓国家，最终还是要靠安理会的政治意志去压制。而安理会5常对不同对象的反应常因地缘政治利益而有差异。例如，当北韩进行核试时，安理会多次一致通过决议谴责并制裁北韩，但对于以色列的核武计划，安理会历史上几乎未采取过实质行动。部分原因是美国会动用否决权保护以色列，这种选择性执法加深了国际体系中核武问题的权力不对称，也让许多国家质疑联合国在核议题上的公信力。台湾在联合国体系之外，但我们对此套运作并不陌生。事实上，早在冷战时期，台湾就曾尝试利用联合国的规则保住中国代表权，却败于大国政治交易而遭到排挤。同样的，在核武议题上，强权们会利用联合国架构来维护自己的核垄断，他们制定由自身担任永久仲裁者的规则，容不得小国逾矩。对于像台湾这样的边缘角色而言，国际核体系所呈现的正是赤裸裸的强者特权。不论是核武还是联合国席位，都不是单凭道理或普世价值就能获得，而是要看大国们的利益盘算。这种现实虽然残酷，但却构成了当今世界秩序的一部分，我们只能清醒地认识并小心应对。在众多强权当中，美国和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2个大国，他们在核武问题上的态度和政策尤具代表性，也经常被批评存在双重标准。我们分别来看看美国，全球核秩序的设计者与例外创造者。美国是第一个研制和使用核武的国家，同时也是 NPT 体系的重要设计者与推动者。自冷战以来，美国一方面极力阻止新的国家获得核武，另一方面却又对某些盟友的核行为网开一面。例如，以色列的核武计划基本获得美国默许，
以色列从60年代开始秘密发展核能力，美国情报单位虽然知情，但出于战略盟友关系和中东局势考量，一直避免公开谴责。在国际场合，美国也多次阻挡针对以色列核问题的讨论，于是以色列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大家都知他拥核，却没有制裁或压力迫使其弃核。印度在1998年核试后，初期遭到美、欧、日等国的经济制裁谴责，但美国随后转变策略，逐步拉拢印度，将其视为抗衡中国的新伙伴。2008年，美国更推动与印度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实质上赋予印度与 NPT 缔约国类似的核技术贸易待遇。这是在印度未签 NPT 且拥核的情况下做出的特例，被批评为破坏规则的双重标准。然而美方的出发点是现实的，既然无法让印度放弃核武，不如将之纳入友好圈，顺便施加影响，确保其负责任地管控核武。相对地，北韩与伊朗并非美国盟友，且被视作流氓政权，因此美国对其核发展采取极为严厉的态度。对北韩，美国常年推动国际制裁，甚至不排除军事选项，来防止其核武进一步威胁本土与盟国安全。对伊朗，美国更是制定广泛制裁方案，并曾表示所有选项皆在台面上，来阻止伊朗获核。同样是追求核武，敌友身份却导致截然不同的待遇，这正是美国核政策的现实写照。美国的双重标准还体现在对盟友防核扩散的处理上。有趣的是，美国不仅打击敌对国的核计划，对某些试图拥核的友邦也会果断干预。历史上，美国曾劝阻甚至施压，向南韩、台湾等反共前线盟友放弃核武研发。台湾就在70至80年代秘密进行核武研究时被美方发现，结果美国高层亲自介入施压，逼迫台湾在1988年终止了接近成功的核计划，并将相关敏感材料运离台湾。美国此举表面是维护不扩散原则，实则也是顾及整体局势。若南韩或台湾拥核，苏联和中国势必强烈反应，东亚局势可能失控，反而不利美国利益。因此，美国宁可牺牲盟友的核选项，换取区域稳定和国际规则的可信度。站在台湾立场看，这当然令人五味杂陈。核武或许能吓阻中国，但取得的难度和付出的代价终究超出我们能承受的范围。中国反对核扩散，亦或大国博弈棋手。再看中国，中国在1964年成为核武国时，曾以强烈的道德姿态谴责核垄断，宣称自己发展核武是被美苏核威胁所逼，不会对无核国使用核武，还承诺支持全球无核化的长远目标。中国也是唯一公开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政策的核大国，在外交上积极表现出负责任形象。然而，中国在核问题上的实践同样存在双重准则。中国坚决反对邻近的日本、台湾、南韩拥有核武，北京多次放话，若台湾发展核武是绝不容忍的红线。对日本和南韩，中方也通过外交场合做出类似警告。换言之，中国只接受自身成为东亚唯一的核武强国，不愿看到其他地区国家动摇这一格局。另一方面，中国对某些与其友好的国家则表现出相对宽容，甚至变相协助。经常被提起的是巴基斯坦的核计划。巴基斯坦在70年代为追赶印度而开始研发核武。据各方资料显示，中国在那段期间向巴国提供了相当的协助，包括核技术和导弹技术转移，帮助巴国于1998年成功成为核武国。这背后的地缘算盘是，印度是中国在亚洲的竞争对手之一，中国乐见巴基斯坦核武遏制印度。虽然中国口头上支持不扩散，但对于牵制印度的巴基斯坦核案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在核材料供应上扮演默许角色。对北韩的核问题，中国则采取微妙的双面态度。一方面，中国不希望北韩拥核引发东北亚军备竞赛或美军加强介入，如在南韩部署更先进的反导系统，因此也支持联合国制裁北韩。但另一方面，北韩是中国的缓冲盟友，北京不愿其政权垮台或与美爆发战争，所以每当局势升温时，中国又主张和谈降温，并在执行制裁时留有余地，不至于把北韩逼上绝路。这种维持北韩不安稳的平衡策略，
显示中国在不扩散原则与自身地缘利益之间游走平衡，难免让人觉得标准弹性极大。总的来说，美国和中国在核议题上的言行都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他们会谴责对手的核野心，却纵容甚至帮扶自己阵营的核力量。他们高喊核裁军与无核世界的愿景，但自己却稳步现代化核武库，或以对方不才我不才为由拒绝先行。对小国而言，这些双重标准意味着国际规范的公平往往沦为强权手中的橡皮筋。台湾人对此并不陌生，我们在许多国际场域都曾目睹类似情形。或许正因如此，我们更能以清醒而怀疑的态度来审视强权的核政策，看穿其背后隐藏的权力算计。讨论核武双重标准，不可避免要聚焦北韩与伊朗这两个当代最具争议的核相关国家。他们一个已拥有核武并遭全球孤立，另一个虽未拥核但因核计划而长期受制裁。通过这两个案例，我们可以具体观察国际社会如何对待所谓不被允许拥核的国家，也能更深刻理解弱国追求核武的动机与后果。北韩原本是 NPT 的缔约国之一，然而在冷战结束后，它开始走上核对抗的道路。北韩的动机并非难以理解，冷战后它失去苏联保护，中美韩等势力环伺，加上美军当年在韩战中曾对其轰炸，北韩政权一直有强烈的危机感，拥核被平壤视为确保政权生存的唯一保障。1994年，北韩与美国曾签署核框架协议，一度冻结了核项目换取援助，但好景不长，因互信缺失与各种波折，协议终告破裂。2003年，北韩正式宣布退出 NPT， 成为史上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退出该条约的国家。自此，北韩加速核研发，并于2006年进行首次核试爆成功。此后，北韩共进行了多次核试验与飞弹试射，宣称已掌握从原子弹到氢弹、小型化弹头以及远程导弹载具的能力。面对北韩执意拥核，国际社会展开了连番制裁与外交斡旋。联合国安理会自2006年以来多次一致通过严厉制裁决议，限制北韩的经济活动、武器贸易和石油供应等，希望以极限施压逼其回头。美国也一再强调不会接受北韩为核武国家，要求其完全、可验证且不可逆地弃核。尽管制裁使北韩经济雪上加霜，但金氏政权依然咬紧牙关，视核武为安身立命之本，不肯轻易让步。平壤官方多次重申，看看萨达姆的伊拉克和卡达菲的利比亚均在无核状态下被西方推翻，就知道核武是北韩免遭外来颠覆的护身符。北韩案例凸显了核扩散防治的难题。当一个政权认定拥核与自身生存休戚相关时，外部的惩罚和激励都很难改变其路线。北韩如今已事实上跨越核门槛，成为非正式的第9个核武国。这种局面既是国际不扩散体系的重大挫折，也构成东亚安全的持续阴影。面对一个拥核又不稳定的北韩，南韩和日本国内时有声音主张发展自有核武或引进美国战术核武，以对冲北韩威胁。倘若未来有一天东北亚出现核军备竞赛，那将是 NPT 最不愿见却难以完全排除的噩梦。相较北韩已拥核，伊朗则是一个仍徘徊在核门口引发巨大争议的案例。伊朗自1970年代就在美国协助下开始发展核电计划。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一度终止核计划，但很快又重启，声称目标是和平用途。然而，西方国家长期怀疑伊朗暗中研发核武，以色列和美国尤其担心一个拥有核武的伊朗将极大改变中东力量平衡，威胁以色列生存并削弱美国在该区的影响。此背景下，从2000年代起，伊朗核问题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伊朗其实是 NPT 缔约国，理论上受条约约束，不得寻求核武。但美欧情报指出，伊朗曾秘密进行与武器相关的核试验项目，引发强烈关切。自2006年起，联合国安理会也对伊朗实施多轮制裁，企图逼其停止浓缩铀等敏感活动。伊朗方面则强调自己有权和平利用核能，要求尊重其主权，不愿完全屈服外部压力，局势一度剑拔弩张。以色列多次暗示可能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军事打击。国际间忧心如果谈不拢，
恐出现另一场中东战争。转机出现在2015年，经过漫长谈判，伊朗与美国、俄国、中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该协议规定，伊朗大幅削减浓缩铀存量与浓缩活动，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更严格的核查，以换取经济制裁解除。当时各方皆视此为避免冲突、维持不扩散体系的重大胜利。然而，好景不长，2018年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单方面退出协议，恢复并加强对伊朗制裁，导致局势再度恶化。伊朗随后也终止履行部分协议义务，重新增加浓缩铀存量。目前伊朗距离制造核武仅有一步之遥的突破时间大为缩短。外界推测，若伊朗下定决心，可能在几个月内取得足够材料制造核弹。然而，伊朗官方仍否认想造核武，强调宗教领袖早有核武禁令。伊朗案例反映出国际核规则的微妙政治性。支持伊朗的国家如俄、中等批评美国的制裁和撤协议举动，认为是强权出尔反尔，逼良为娼。而美国及其盟友则指责伊朗野心不死，只是在拖延时间。一边是早已拥核的以色列虎视眈眈，另一边是坚称被不公平对待的伊朗寸步不让。双重标准在这里展露无遗。以色列的核武库不被碰触，伊朗却连接近核武门槛都不被允许。身为局外人的我们或许能理解各方立场。以色列因犹太民族悲惨历史，坚信需自保于核武，而伊朗作为区域大国，不甘长期受制也是人之常情。但现实是，力量决定谁说话算数，掌握国际话语权和实力的一方能定义对错并执行惩罚。伊朗如果最终迫于压力放弃核浓缩，那是强权压服的结果。反之，若伊朗不顾一切闯关拥核，则中东势必迎来更加危险的对峙，国际秩序将面临又一次挑战。除北韩外，目前有核武但不在 NPT 框架内的国家还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这三者的经历各不相同，但都反映出国际核规则的弹性与现实。印度从一开始就拒绝加入 NPT， 理由如前所述，认为条约不公。印度于1974年首度进行地下核试验，宣称那是一次和平核爆，但事实上已使印度具备制造核武的技术。这次试验引发国际哗然，也直接导致核供应国集团的成立，以加强对核材料的出口管制，防范类似事件。然而，印度在74年后暂时并未立即部署核武器，而是保持模糊，直到1998年，印度政府决定公开进行一系列核试爆，正式宣告成为核武国家。巴基斯坦几周后立刻以核试回应，对称地加入核武行列。自此，南亚出现了一对核对手。对于印巴两国的违反国际核共识行为，世界起初予以谴责和经济制裁。然而，时间与利益改变了一切。20多年过去，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对印度的态度已大为软化。印度作为全球人口大国和崛起经济体，加上民主制度和战略位置，使美欧乐于与其发展关系。虽然印度没签 NPT， 但他提出自己遵守出口管制和不扩散原则，而且核政策相对克制。印度宣布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原则，因此许多国家渐渐接受印度这个体制外核国的存在，甚至开启核能技术合作。美国带头与印度达成协议，默认其核地位，也让印度得以部分参与国际核贸易。对比之下，巴基斯坦由于政局不稳，曾发生核技术扩散丑闻，科学家私售技术给北韩、伊朗等，国际声誉较差，没能获得与印度同等的礼遇。但总体来说，国际社会对印巴核实力已采取事实上的承认和纳入策略，默默地将 NPT 原本的禁令调整，以适应现实。以色列则是另一种特殊情况。自创建以来，以色列一直深感周围阿拉伯邻国环伺，生存岌岌可危。于是在法国等国的协助下，以色列于60年代建成了迪莫纳核子反应炉，被认为在那里秘密生产了武器基部。估计以色列可能于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就拥有了核武器。与印度公开引爆不同，以色列选择策略性模糊，不承认、不否认、不进行公开核试，也不加入 NPT。
以色列高层曾表态，绝不会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公开使用核武的国家。这其实暗示着核武他们有，但只做最后手段，不随意示人。以色列的核武库规模，据推测在数十枚至上百枚弹头之谱，具备相当的二次打击能力、潜艇发射导弹等。国际上对以色列核问题颇为尴尬。按规则，它没签 NPT 又拥核，理应被视为不扩散体系漏洞。但以色列是西方的重要盟友，且考虑到犹太民族历史悲剧和以国安全困境，西方国家多半对其核地位视而不见。阿拉伯国家和伊朗持续在国际会议上提出双重标准的控诉，为何以色列能有核武，我们就不能有？然而强权的立场已显而易见，美国等在联合国确保任何涉及以色列核裁军的议题都无果而终。反之，当中东其他国家疑似发展核能力时，以色列往往会单方面采取行动，铲除危险。例如1981年，以色列空军轰炸了伊拉克奥西拉克核反应炉，阻止了海珊政权的核企图。2007年，又据传空袭叙利亚一处疑似核反应炉设施。在以色列看来，自己的核武是保命锁，邻国的核武则是绝不容许的生存威胁。这种完全基于己方安全的标准，其实也很贴切地说明了核问题上的残酷真相。没有谁真正站在绝对公平的道德高地，一切立场几乎都以自身安全和利益为出发点。探讨至此，我们已看清今日核武秩序的种种不平等。然而，有些人或许会进一步追问，既然现在只是少数强权拥核，就已如此剑拔弩张，那如果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核武，情况岂不是更糟？还是反而可能人人自危而维持和平？这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假设，牵涉核武扩散利弊的理论辩论。我们不妨从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来分析这个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更多国家拥有核武未必是坏事，甚至可能促成更加稳定的国际和平。这种看法的逻辑基础是核威慑的强大威力，只要国家领导人是理性的，就不会轻启核战这个自杀按钮。因此，当越来越多国家拥核后，战争的风险反而下降，因为各国都清楚冲突升级的代价高昂无比。在此论点下，核武扮演了一种下阻大规模战争的终极武器。举例而言，自从印巴两国成为核国家后，他们虽然仍有边境冲突和武装摩擦，但确实避免了全面战争爆发，双方都对踩到对方核底线有所忌惮。同样的，有人推测，如果乌克兰当初没有在1994年放弃继承的核武，那么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和2022年俄乌战争，也许俄国就不敢轻启战端。这种核平衡带来和平的理论，相信核武的存在迫使国家更谨慎克制，从而降低大规模战争甚至世界大战的几率。然而，另一种观点则强烈反对核扩散，认为越多国家拥核战争的总体风险越高。首先，他质疑领导人或军方理性与否。世界各国政体与领袖风格多样，难保每个核握在手的人都冷静自制。有的政权可能冒险冲动，有的体制可能军令松散，这都增加核武被误用或滥用的几率。其次，人为与技术的错误难以避免。历史上，美苏都曾出现过核误报的惊险时刻，如雷达误判导弹来袭差点引发报复，所幸在那样双边格局下侥幸收场。但未来若核武国增加到数十个，任何一次误判都可能在多方之间连锁反应，引发无可挽回的核冲突。再者，万国拥核还带来一个噩梦般的可能，核武恐怖主义。拥核国越多，核材料与核武器失控的风险越大，特别在一些政局不稳或腐败严重的国家，核弹头或武器级裂变材料有可能外泄落入恐怖组织之手。一旦恐怖分子也攫取核武，那对全球安全将是灾难性的，因为恐怖组织不受国际规范约束，又往往不惜同归于尽，其使用核爆进行大规模攻击的门槛远低于国家。除了人为因素，还有核扩散带来军备竞赛和误判的结构性危险。当邻国之间彼此拥核，理论上是相互下阻，但也可能产生所谓稳定不稳定悖论。在核威慑下，大国不敢直接冲突，却放手进行小规模挑衅，认为对方不至于为小事动用核武。这方面的例子如印巴冲突，在双方拥核后，传统战争虽避免了，
但巴基斯坦被指在克什米尔地区扶持游击队等低强度冲突，因为其核武存在使印度投鼠忌器，不敢全面报复。换言之，核武让全面战争更不可能，但某些地区性的冲突与挑衅反而可能频繁，因为各方拿捏有个分寸，觉得对方不致升级。然而，这种打擦边球的互动本身就很危险，一旦误判或超限，依然有可能擦枪走火酿成核冲突。当核国数目越多，涉及矛盾越复杂时，这种失控的可能性也随之倍增。最可怕的图景莫过于全面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科学界早在冷战晚期就提出核子冬天理论，警告大规模核战将在造成直接爆炸破坏之外，引发全球气候巨变。数百颗核弹如果对城市引爆，产生的烟尘将遮蔽阳光，导致地球气温骤降，农作物欠收，整个人类文明都可能因饥荒而崩溃。甚至于，研究指出，即便是区域性的核冲突，例如假设印巴动用几十枚核弹互袭，都可能释放足以影响全球气候的烟尘，导致世界多地出现粮食危机。因此想象，如果每个国家都拥核，未来100-200年内发生一场核战的几率恐怕近乎必然，而那将极可能是人类毁灭的序曲。毕竟，当引爆核武的数量达到某个临界值后，人类不需要全部死于爆炸，却可能死于随之而来的长期寒冷、辐射与饥荒。综合以上分析，全世界都有核武，很难被视为一件好事。理论上，核武泛滥或许带来一时的恐怖平衡，但长远看，人类社会难保不出现一次理智崩溃或机械故障，将所有人拖入深渊。我们或许必须承认，现实的不平等秩序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避免一种更可怕的乱局。NPT 体系让绝大多数国家远离核武，把风险集中在少数强权身上。从统计角度说，玩家越少，出事的可能性越低。当然，前提是这些玩家本身也要尽量保持克制和沟通。在这篇深入探讨中，我们看到核武议题充满了历史的吊诡与现实的无奈。是的，如标题所言，有些国家可以光明正大发展核武，因为他们恰好在制定规则时握有主导权，而有些国家一碰核武就遭围剿制裁，因为那打破了强权们维持的平衡。这种核武俱乐部式的权力结构，对讲求公平的人而言当然不公平，也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和反抗。但迄今为止，全球大多数国家还是勉强接受了这套安排，因为相较之下，它也许是最不坏的选择。身处国际边缘的台湾人对此种权力不对称感受尤深。台湾既没有核武，也不被允许拥核。事实上，曾有的核梦已被强权遏止。同时，我们又活在核武大国角力和核武邻国威慑的阴影下。我们没有能力改变这不公的国际游戏规则，但我们不能不关心核武扩散带来的风险，因为任何闪失都可能波及生存。在这样的处境中，我们或许更能明白，人类最终的出路并不是鼓吹每个国家都去拥核来求平衡，那条路通往的更可能是共同毁灭。真正理想的未来是所有核武国都裁减军备，逐步迈向无核武世界。这虽然听来有些乌托邦，但国际上已经有许多国家联合起来推动禁止核武器条约等倡议，试图撼动核强国的地位。就算强权目前不愿放下手中利器，但普世舆论的压力和非核国家的联合声音仍然重要。它至少揭露了双重标准的虚伪，让拥核者无法心安理得地永远垄断正义。回到我们提出的两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可以拥核，而有些不行？如果人人有核武，会怎样？答案可以说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因为现实世界从来就不公平，强权制定规则，弱小只能遵守。复杂在于，这种不公平的规则有其历史脉络和务实考量，它在防止更大灾祸方面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我们不需为强权辩护，但也要认清全面核扩散不是值得向往的平等。对我们而言，更可取的道路是呼吁削减核武，降低核风险，同时努力强化自我防卫与国际合作，避免成为核冲突的受害者。核武带给人类的是荣耀还是阴影？迄今的经验告诉我们，它更多时候像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悬在地球上空。少数国家光明正大拥有的核武，
并没有让世界安枕无忧。如果有朝一日核武舰影遍布每一个角落，那将是更深的黑暗。台湾身为局外人，既然无力改变这场大国博弈，不妨保持一份清醒与警惕，在大时代的夹缝中寻求生存之道。我们期盼看到一个真正公平且无核威胁的世界，但我们也明白，那一天的到来，唯有通过国际社会长期的互信建立与努力，方有可能实现。在此之前，双重标准或许仍将存在，而我们只能在矛盾中权衡，在危机中求得转机。愿未来某天，人类终能卸下核武这把达摩克里斯之剑，让安全不再建立在恐怖和平与不公基础上，那或许才是真正没有坏处的世界。